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17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这边的夏休也结束了。今天出来跑个有氧，这周出来这不到3公里，感觉没有上周的状态好。这周要调整，上公里4分28，停表接水。就把水放下来，我们继续。今天跑有氧的下半段吧，慢的那半段。这两天看小伙伴们的评论，有小伙伴说跑步2年多了，说找了各种办法，各种训练，现在发现跟一个手表的课表目标是半马破2，应该是男性，我看名字是男性。说跟的还挺顺利，就觉得能跟上来，然后状态就整个人的反馈也挺好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可能是在训练中遇到了什么问题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。为什么说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可能是关键的问题？因为绝大多数男性跑者，7、8个月，最多不超过1年，马拉松、半马怎么着2小时以内了。不光是我减肥开始跑步也行，好多跑者其实都是这样。因为2个小时对男性来说，一是时间不长，二是半马距离也不长。不是时间不长，时间不短。其实马拉松训练不是一个单纯的对耐力的事情，前期中期肯定是堆耐力，后期是维持有氧能力，但是本质上马拉松是一个把速度变成耐力的事儿。就是如果你永远是6分半、7分的训练，那就很难说我在比赛中跑5分50。就是你7分能跑再长，如果你没有突破那一下也没用。很多人的观念是一听半马21公里，全马42公里，它是一个慢慢磨的事儿。其实不是，跑多了你就发现了，马拉松是个竞技项目，就没有快就没有成绩。很多人觉得一开始跑快也没用，收益低，因为跑快就是1、2公里就跑不动了，所以觉得这是错的。其实这种感觉也没错，就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应该是速度和耐力并行，因为耐力积累这个事儿不是1天2天的，不是说我前跑步的2、3个月我就使劲多跑就能让耐力提升多快的，不是这样。耐力是以年为单位，甚至是几年为单位去积累的。我第一次马拉松，我觉得能跑下来，已经是2018年的柏林了，3小时45，那感觉已经有点跑的意思了。而我真的明白吧，马拉松是看作是速度，把速度变成耐力这件事儿，是第2年的纽约就直接3小时02了。并不是说一个关键能让你快40分钟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贯彻整个训练的逻辑，还有就是你跑步时候的那个关键也有一部分吧，有很大一部分，对。因为一开始你如果总想着说马拉松是耗下来的，是坚持下来的，是靠慢跑耐力堆起来的，那在赛场上永远跑不快的。而慢速的马拉松，就每个人其实能坚持的时间都差不多。你看，你半马2个小时，那全马可能5个小时。这5个小时你别说跑步了，你想想陪家里人逛街，或者在你约了一个车站等人，你别说站5个小时，你坐5个小时，很多人都很难受。所以它不是靠1天1天的就慢跑就能让你说
今天我跑2个小时比明天跑2个小时更轻松，而是要想办法今天跑2个小时，明天跑1个半小时。所以在马拉松就跑步刚开始的初期，我的建议就是速度耐力一起来，就是你总是要想着我能不能跑快点，而耐力这个事儿顺其自然。因为你一开始让你每天训练10公里也不现实，况且每天训练10公里也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，就是其实10公里也不够。对于很多刚开始跑步的人，不管是不是减肥，一开始说3公里、5公里就很了不起了，5公里就应该挺累的了。然后现在有个声音告诉你，每天15公里可能都不够，每天15公里算是休息，1个月400公里，也就是一个马拉松，2小时50、2小时40多的水平，也就这样了。如果每天只有8公里，那基本上全马还不能有好成绩，要是半马可能能跑出好成绩了。如果您这个8公里时不时的跑快一些的话，就有速度能力的情况下，所以马拉松都是这样上来的，就是一开始没跑不远也跑不快，然后呢，慢慢的稍微的跑快点，但还是跑不远，因为跑远比跑快要难，而且你牺牲一开始的速度去换来每次多跑的距离，第一距离非常有限，你可能今天正常跑5公里，你特慢能跑8公里，但是你特慢呢，可能你跑8公里用了你2个5公里的时间，那这个有什么用呢？这减肥有用。为什么人们说减肥看运动时间更重要呢？就我刚才说那个马拉松6个小时的原理，或者5个小时的原理，就是你那么长时间差不多就消耗那么多东西，肯定跟强度有关系啊，这个我叠个假，但是反正就那意思，时间越长消耗越大，等差不多跑入门了，10公里45分钟，差不多半马1小时40，或者至少1小时45以内的时候，男性您差不多就可以开始一个拼凑起来很正常的训练了，就是有速度有距离，可以插着一些不强的就强度不大的间歇跑了，速度训练了，然后再慢慢的就找到感觉了。对，刚才那位小伙伴他说跟了一个手表半马破2的课表，觉得得心应手，觉得很合适，就是因为他都跑2-3年了，所以现在他在那个非常舒适的舒适区，但是没有意识到说要突破这个舒适区，所以他在跟舒适区这课表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特有意思的例子，虽然不是跑步的事儿，但是跟这事儿特相符。我觉得，就我小的时候，90年代中期读小学，那时候家长不像现在教育的那么极致。那时候我们有一同学家长啊，不是一同学，是楼里的，不是一学校，说我们家孩子笨，反应慢，主动让他留1级吧。那小孩留1级，他第2年再学一遍，肯定觉得轻松啊。但是就算留1级，也并不是那一个班里学的最明白的。他就是这样。马拉松也是，很多人在舒适区其实就是一直在留级。今天这有氧跑得格外的累。小伙伴们，8月17号星期一，今天一个有氧跑16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31，平均心率147。我忘了上周一的那个18公里是什么数据了，但是上周一晒，今天热，天闷，就是那汗就跟流水似的就流下来了。一个是今天，一个是上周六，就是前天这2堂课，就特别的闷热。虽然绝对温度没有前段时间高了，
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人汗顺着后背流下去，然后那感觉这种压缩裤后边那湿了以后都往下兜了，就等于往下坠了，那感觉比平常出的汗多。其实马拉松训练和比赛成绩为什么总说上台阶呢？就有时候突然一下你就提高不少，其实就是因为你一段时间的不知不觉的训练让你改变了一个想法。我记得我纽约那次302就是起跑的时候，我就想先跟着大部队走呗。机缘巧合，因为起跑是一个双层桥，在那双层桥上那时候的 GPS 完全不行，就飘得厉害。我想赶紧过这一段呢，手表就准了。那个时候就4分20多就前进，过那段就一直这样跑。我当时觉得好像还行，好像也没有想象那样。原来马拉松比赛的时候，我是故意的慢跑，故意的把速度放慢，因为我觉得42公里太长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半马已经能跑到1小时30多了。他说那就跑呗，我都不是1小时30多，1小时20多了，1小时28了，对吧？我说那就跑呗。跑着，到最后非但没掉速，我在倒数还有12公里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差一点能进3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进3这件事儿，差3分钟当时。然后我就琢磨着，我当时心里算追不回来了，3分钟肯定追不回来了，最后多追了1分钟，所以最后我还能加点速。所以练着就会不一样了。但是如果就是心态一直是那个恐惧也好或者担心也好的心态，那就会阻碍进步，好吧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